这里是苏州一东苑小区一间普通公寓，一个冰柜静静立在卧室角落15个月，没人想到，就在这间公寓里，竟藏着一起震惊全国的杀夫案。2023年3月，一个名叫扎东丽的女子突然向警方自首，她的自首揭开的不仅是冰柜的门，更是一场扭曲婚姻的骇人真相。2023年3月20日，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发布了一起警情通报，证实2021年12月底失踪的庞宏伟遇害，其尸体被妻子扎东丽藏于家中冰柜内。得知儿子早已被儿媳杀害的庞宏伟母亲一下瘫软在地，她无法接受这个残忍的结果，也无法相信在自己和老伴儿陪伴儿媳妇过节时，儿子的尸体就藏在家中的冰柜里。他始终认为儿子还活着，而且很快就能回来看他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起发生在苏州的杀夫藏尸案。今天案件的男主人公庞宏伟，1991年在安徽省淮南市出生，高中毕业后考上了苏州大学。2015年大学毕业后，进入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。因为工作认真负责，庞宏伟在公司的业绩一直都很不错。这样踏实上进的小伙子很受欢迎，公司同行里都有不少女生关注他，这其中就有扎东丽。扎东丽是苏州本地人，比庞宏伟小2岁，家庭条件不错，还是个拆二代。他们一起共事2年多以后，在2017年2月20日，庞宏伟和扎东丽确认了恋爱关系，成为了一对让人羡慕的恩爱情侣。2018年，庞宏伟和扎东丽领证，因为当时庞宏伟的手头并不宽裕，再加上扎东丽怀孕，两人就决定等孩子出生后再举行婚礼仪式。由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，庞宏伟和扎东丽在女儿出生后的8个月才补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仪式。虽然婚礼场地不大，但庞宏伟筹办得十分用心，可见他对这段婚姻的重视和珍惜。外人看来，两人感情一直不错，很少会见到他们争吵，反而会时常看到庞宏伟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秀出的纪念日鲜花、恩爱合照等等一些记录甜蜜的物品或事情。2020年3月，扎东丽生下女儿，庞宏伟对女儿爱若珍宝，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和女儿有关的微博，最多的一次连续发了24条，可见他对代表着自己和妻子爱情结晶的女儿有多喜欢。庞金鱼满月喽啊，满月了，出月喽，出月子喽。爸爸给你拍照了啊！你看外婆啊，抱着你呢啊，开心啊！和庞宏伟不同，扎东丽很少在个人社交媒体上秀恩爱和晒孩子，他一般发布的都是和追星、美食、旅游有关的东西，偶尔还会有一些对婚姻的负面看法。婚前，扎东丽的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最多是关于追星的事情。他在2018年年底看了一场张学友的演唱会，一天内连发了6条和此次演唱会有关的内容。2019年，扎东丽还参加了胡歌苏州龙湖的小型粉丝见面会。这天，他一共发了11张和见面会有关的内容，并附有照片。这些丰富的追星活动都是扎东丽婚前发的，好像也在说明着他婚前的生活自由又多彩。时间来到2020年，婚后扎东丽的个人社交平台仿佛也像是变了一个画风，发布的内容不再如婚前一样丰富，而是多了很多抱怨、沮丧、愤怒。和同一时期的庞宏伟个人平台相比，两人仿佛处于2个极端。到底是两人婚姻出了不为人知的问题，还是扎东丽在无病呻吟？谁也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。和社交平台上狂热追星的扎东丽相比，现实里的扎东丽其实是一个十分安静且内向的人。庞宏伟和扎东丽婚后是和父母同住的，孕期和月子期间都是由庞宏伟的父母帮忙照料的。但奇怪的是，面对公婆的照顾，扎东丽没有一丝感激之情。据说扎东丽在婚后也没有主动喊过公婆一声爸爸妈妈。
家中亲戚上门探望，他也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，十分冷淡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二人明明是自由恋爱结婚，怎么扎东丽搞得像是被迫的一样？如果没有感情，那扎东丽为什么会和庞宏伟在一起呢？难道是嫌弃庞宏伟没有钱吗？这也说不通，因为努力工作，庞宏伟已经在苏州买了房，还开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。可以说，这个小家庭已经是过得很不错的了。其实回顾庞宏伟和扎东丽的社交平台，就能发现一些端倪。在二人确定恋爱关系前，扎东丽和庞宏伟在网上的互动还是很频繁的，尤其是在2016年年底至2017年上半年，经常可以看到他主动在庞宏伟微博下留言，表现得十分热络。这份热情在二人确定恋爱关系后结束，扎东丽不在微博上和庞宏伟留言互动，只能看到庞宏伟自己在微博秀恩爱。可见扎东丽是个性格古怪的人，也不太珍惜自己得到的东西。除了之前提到的线下追星活动，扎东丽还喜欢上网看直播。有一次，她迷上了一个男主播，为了成为这个主播的榜一大姐，她借款36万元为其打榜。扎东丽结婚后就成了全职太太，家庭支出都是由庞宏伟负责。36万元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何况还是借款，很快就被庞宏伟发现了。面对妻子大方为男主播打赏的行为，庞宏伟没有任何责备，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不满，反而卖掉了房子帮他还债。在此之后，扎东丽也向庞宏伟保证自己不会再看直播、再打赏，还写下了保证书。家里有不少亲戚都知道这个事儿，还曾私底下劝过庞宏伟，让他不要太纵容扎东丽。庞宏伟也却只是笑笑，说自己和扎东丽是夫妻，有事儿就应该一起承担。但后面扎东丽又死性不改地看直播，继续打赏，夫妻二人时常会因为这些事情发生争吵。庞宏伟多次帮扎东丽还债，但还是不免陷入借钱还债再借钱的死循环。庞宏伟的母亲后来提及儿子儿媳间是否存在什么矛盾时，他就会想着会不会和这件事情有关。但他觉得，即便儿子儿媳因为这件事情争吵，也不是自己儿子的错呀。自2021年12月底，庞宏伟就再也没回家。庞宏伟的妈妈也曾问过儿媳扎东丽儿子不回家的原因。扎东丽告诉他，庞宏伟因为生意失败欠了钱，所以出去躲债了，等风头过了，自然就会回家了。虽然儿子时不时的和自己发消息，但都是通过文字消息，不接语音，也不接视频，让庞母很是担心儿子。于是，在2022年2月至4月期间，庞宏伟父母曾经4次前往派出所报警，但因儿媳称庞宏伟是外出躲债，且庞宏伟的微信还在使用，并未完全失联，所以警方只是采集了他们的 DNA 信息，并未展开深度调查。慢慢的，庞母和亲友们也相信了儿子外出躲债的这个理由，毕竟儿子的朋友圈仍旧在更新，甚至在工作群中还是照样给下属们布置工作任务，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。为了帮儿子尽快解决债务问题回家，在收到儿子借款的请求后，庞母陆陆续续的给儿子汇去了20多万元。庞宏伟的弟弟也给哥哥转了5万元，甚至在2023年3月初时，庞宏伟还发信息告诉妈妈，很快就能回家看他了。庞宏伟还特意嘱咐母亲，千万不要报警，因为有些事情自己也牵涉其中，如果报警的话，自己可能也会被警察抓走。出于保护庞宏伟的心理，亲友们最终放弃了报警的想法。但他们哪里想得到，这期间他们和庞宏伟的对话，庞宏伟发布的朋友圈，庞宏伟提出的借款，其实都是庞宏伟妻子扎东丽借着庞宏伟的口吻操作的。所谓躲债的借口，也不过是扎东丽编出来蒙骗亲友的理由。对，你跟他的这么长时间不给老姨发信息，打一个电话问候一声。我儿子是2021年12月20左右失踪的。我们就是一直都以为我儿子
活着的微信、手机都一直在这个凶手手里在使用，一共是15个多月。一直我们都以为我儿子活在世上，因为手机一直联系，他都用我儿子的语气给我们俩说话，用各种的套路来诈骗我们的钱财。3月9号晚上7点钟得到这个有心派出所的通知，我们到派出所才知道我的儿子被害了。庞宏伟失踪期间，查东丽还打着躲债的名义搬过2次家，因为心疼儿媳被儿子拖累，还要独自一人带着孩子，庞宏伟的父母和哥哥还主动过来帮他们搬家。可他们也没有想到，自己所谓躲债的儿子就在搬家时他们搬动的那个冰柜里。事后被警方告知这一真相的庞母听到后直接昏了过去，因为在查东丽2次搬家里都带着那个藏尸的冰箱，每次都是由庞宏伟的哥哥搬运的。而且在2022年中秋节，考虑到儿媳一人带着孩子在外生活，他还特地带着老伴儿、大儿子一家去陪查东丽过节。当时这个冰柜就放在查东丽的家中，庞宏伟的哥哥还觉得这个冰柜挺奇怪的，为什么通着电了却还要用绷带封死？他的疑惑被查东丽打岔糊弄过去了。查东丽不仅编造借口掩盖丈夫庞宏伟死亡的真相，甚至为了打造自己受害者的人设，查东丽还用庞宏伟的手机发布了招嫖信息，只为了让外人以为丈夫是个对婚姻不忠的人。如果没有查东丽母亲无意间的发现，也许查东丽的这些谎言还能继续蒙骗下去。那是在2023年2月的一天，查东丽有事外出，查东丽的母亲来到查东丽的新住处义东苑6栋1单元401，帮查东丽带孩子整理卫生。当查母看到横放在角落的冰箱用胶布严严实实地缠绕着，上面还堆满了杂物，心想这冰箱里的东西肯定是不常用的，干嘛还通着电呢？担心浪费电，查母想打开冰柜一探究竟。可拿下杂物，取下胶带，打开冰柜的一瞬间，查母就大叫一声，被吓了个半死。只见消失了1年多的女婿庞宏伟竟安安静静地躺在冰柜里。查母颤颤巍巍地关上冰柜，迈着颤抖的双腿坐到床边，待了一会儿，原想报警的他也冷静了下来。他立马叫来了女儿。查东丽见事情瞒不住了，就向父母坦白了自己杀人藏尸的事情。在父母的极力劝说下，查东丽在几天后由母亲陪同前往警察局自首，向警方坦白了庞宏伟失踪的真相，承认是自己在和庞宏伟发生争吵后将其杀害并将其藏尸冰箱的。警方通过尸检初步鉴定庞宏伟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，遗体是完整的。庞宏伟是先被药物迷晕后，又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，然后尸体被存放到事先准备好的大冰柜中。2024年1月，该案件一审开庭，争议焦点锁定自首情节。查东丽的律师主张其主动投案自首，应减轻处罚，但检方指出，他藏尸期间冷静伪造证据，转移财产，主观恶性极深。庭审中，法医报告未提及查东丽精神异常，法院也没有接纳激情杀人的辩护内容。此案并未当庭宣判，目前庞宏伟的女儿由庞宏伟的亲属监护，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查东丽也会为自己的杀人行为接受法律的审判。这起杀夫藏尸案不仅是一起杀人案，更是对人性的拷问。查东丽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然而他沉迷于网络直播，迷失在虚幻的情感世界里，最终为了掩盖自己的谎言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她以为杀死丈夫就能掩盖自己的秘密，却没想到这个秘密最终还是被揭开，而她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这起案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直播平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，但成年人在网络打赏消费时，要有自己的分析能力、自控能力，把握好分寸，理性适度消费，不能因为一时冲动影响了自己的婚姻生活。
更不能让虚拟世界的感情冲昏头脑，迷失现实。更重要的是，婚姻需要建立在忠诚和信任的基础上。如果一段感情已经走到尽头，理性沟通、合法分手才是正确的选择。任何试图通过极端手段来解决问题的想法，最终都会害人害己，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。希望这起案件能让更多人警醒，珍惜现实生活，珍惜身边的人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